虽说山河千古在，城国易事非，但是一时的先后手却也常常是千古大事的契机。正是唐不亡于安史，皆以张巡守隋阳。自中世纪以来呢，在日本的战争中，城堡争夺也一直都是重中之重。直到近现代的西南战争，萨摩军也是因为无法迅速的攻破岛津家的城堡，而招致了最终的战败。但是日本的历史上，尤其是战国历史上，也有不少以坚城而闻名，但是却没有达到城主预期效果的城堡。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按时间顺序盘点其中的佼佼者。这里是巫女花散里，喜欢这类话题的话，记得先点赞订阅哦。织田信长在前半生的创业可以说是非常辛苦，直到统辖间之战重挫了金川家，才算是步上了正轨。而后攻陷了稻叶山城，也就是岐阜城之后，才终于成为了有霸主潜力的势力。也是在岐阜城中，织田信长定下了天下不武的企业愿景。这座城堡呢，伫立在长良川岸边的金华山上，地势陡峭险峻，在有缆车之前一直都是以难以到达而闻名，在战时也被称为难攻不破之城。但是其实岐阜城在历史上有6次被攻破，其中的好几次都在我们频道以前的节目中展示过，可以说都是短时间被攻陷。这主要是因为岐阜城在设计时就留下了2个重大隐患。其一是主城过于狭小，由于修建于山峰之上，设置于地面面积极其有限，最后岐阜城被设计成了一个军事要地城堡的规格，但是它却承担着美浓国这个大国的行政中心的职能。在这样狭小的区域内，平时连安置行政官员和粮草辎重都捉襟见肘，更难部署大量的士兵和修建辅助建筑了。这就导致一旦敌人有少数人马成功的入城，整个防御系统就会立刻遭到严重的破坏。比如斋藤时期，足中半兵卫仅靠16人就能轻松的智取这座城堡。之后关原之战，织田秀信想要坚守岐阜城，东军一炮击中火药库，打开了入城缺口之后，也是1天便落成了。第二个缺陷是岐阜城内的水资源匮乏。金华山是一座岩石山，岐阜城内多次尝试挖掘都无法找到地下水，因此城内必须通过修建蓄水池来收集水源。这些水源主要是来自于山谷流下的溪水和雨水，在干旱季节或者是炎热的夏季便会面临严重的水荒问题。战时这种饮用水也很容易导致疫病流行。织田秀信2次进攻岐阜城都是采用了断水的策略，然后迅速将城内的守军逼入了绝境，最后都是靠外部援军夹击才得以挽救危局。隆基代理岐阜城时期也明言岐阜城不可守，果断让出了治权。建越之战中，织田信孝上万大军从4方拱卫岐阜城，被认为战争能力孱弱的织田信雄却也能迅速攻破它。可见岐阜城的设计缺陷，让它变成了一座难以进攻却也难以长期坚守的城堡。所谓筑城者先后其基而后求其高，岐阜城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以至于对他的主军而言，锦上添花时岐阜城非常牢固，但是不能雪中送炭。看视频的封面标题，各位最容易想到的可能就得是武田胜赖的新府城了。此城乃是武田胜赖继承其父武田信玄的地位之后建造的新政权中心。然而此城在武田家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1575年，武田胜赖在长筱之战中惨败于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的联军。之后胜赖对内的威慑力减弱，为了从挫折中恢复武田家的威势，他必须要加强领地的管理。当时武田家的势力范围十分广阔，地跨甲斐、信浓、上野、骏河、远江和三河等地，估计有130万担。然而武田家的政权中心是甲府自助旗管，地处东部偏僻地带，并不利于控制领地。于是胜赖决定在领地的几何中心附近的七里岩台地上修建这座新府城。取这个名字本身也是为了抚平附庸势力们在长筱之战中受到的心理创伤。和岐阜城不同的是，新府城本身的设计建筑都对得起它的定位，这就是武田流城堡的巅峰之作。现在的考古发现指向，新府城的战争功能设计者和建造者可能是真田幸村之父真田昌信。城外利用了火山岩构成天然的防御屏障，入城时则设计了缓马出和节形结构，想要攻入城内并对守城组织形成威胁是非常困难的。到1581年12月，武田胜赖迁都至新府城，然而仅仅2个月后的1582年2月，织田信长命令其继承人织田信忠执行甲州征伐，德川家康和北条氏政也响应向武田家开战。武田胜赖先是试图讨伐叛变的木曾义昌来稳定局势，然而这场战役的失败反而使得武田全军彻底丧失了斗志。之后织田信忠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像样的抵抗，1个月之内征服了数十万担领地，逐步逼近了新府城。眼看已经无法防守，为了不让新府城被织田家所用，武田胜赖亲手烧毁了这座城堡。之后他打算向东逃亡，投靠小山田信茂的盐店城，而小山田信茂选择背叛胜赖。最终武田军最后的政权核心们在天目山自尽。随着武田家彻底灭亡，新府城也逐渐被历史遗忘了。
直到21世纪，关于新府城的文献考古和实地考古都有了重大进展，才让我们看到了长筱之战之后，武田家依然有相当的实力，实在是令人唏嘘。新府城之后，信长的时代也基本到底了，之后是丰臣家的时代，有3座作为政权中心的建筑，分别是大阪城、聚乐地和福建城，也就是桃山城。他们的命运也同丰臣政权的命运出奇的呼应。其中丰臣秀吉晚年所建的福建城，就是一座看似坚不可摧却没有发挥实际作用的城堡。福建城最初是为了秀吉隐居而建的，秀吉晚年打算用主动隐退的方式确保丰臣政权的安然过渡，他将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对朝鲜作战上面，国内的政务则完全移交给了养子丰臣秀次。最初建造聚乐地和福建城，就是为了体现秀吉隐世不出，秀次掌管天下。因此这座城一开始的设计也较为简朴，包含了各种老领导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象征。但是后来秀吉的亲生儿子丰臣秀赖出生了，秀吉的想法也变了，他想要将大位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于是福建城又重新设计改造，希望建成一座规模堪比大阪城的坚固大城堡。这种行为可能是象征秀吉重新出山的宣告，也有可能是秀吉警惕将要受到秀次攻击的威胁。总之，新的大规模的福建城开建，意味着丰臣政权的组织结构动摇了。虽然曾经丰臣政权也是以3头体系运行了很长时间，但是事到如今却不可能回到那个丰臣亲族们共同勉励的时候了。1595年，福建城尚在建造之中，丰臣秀次因为谋反的嫌疑在高野山切腹，代表丰臣秀次行政系统中心的聚乐地被拆除烧毁，拆下来的建筑材料正好用来继续修建福建城。很快福建城的大部分工程都完工，秀吉也搬入了城内。但是秀吉才刚住进去没多久，京都就发生了地震，而且震源可能就在福建桃山地区，称为庆长福建地震。这次地震摧毁了福建城的大部分建筑，城内人员伤亡惨重。尽管秀吉本人幸免于难，但是未完工的福建城也不得不废弃了。在秀吉的晚年，尤其是丰臣秀赖出生之后，京都、大阪地区常有各种谣言，把一些不相关的事情联系成丰臣政权的不祥征兆。这次地震摧毁福建城，对于此中人而言，自然又是一个极好的素材。丰臣家绝不可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地震仅仅2天之后，秀吉便下令在原址东北方向的木番山重新建造福建城。这次成了是要宣示丰臣家实力的工程，动用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新的福建城在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内就完工了，秀吉也搬入隐居。然而秀吉在新城中仅仅生活了1年多，便于1598年去世了。之后家康成为了丰臣政权实际上权力最大的人物，福建城就成为了丰臣政权中挺德川家康势力和反德川家康势力的争夺关键之一。1600年7月，宇喜多秀家率领4万西军围攻福建城，德川家家臣鸟居元忠率部抵抗了10日，即使西军攻入城墙，依然在各个建筑据守，最终全军覆没。战斗结束之后，福建城也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失去了修复的价值，被付之一炬。关原之战2年后，德川家康下令在原址再次重建福建城，设计依然采用丰臣家标准。家康的目的可能是表现自己并不打算篡丰臣位，以此减少大名们对服从家康命令的心理抵抗。重建丰臣家的城堡，可能也是一种他不会刻意削弱丰臣系封臣的政治表态。甚至直到家康接受将军宣下，成为征夷大将军时，也是在布满了丰臣家家纹的福建城内进行的，可能也是为了体现这是遵循秀吉的临终遗言，而非家康行篡位之举。大阪之政8年之后的1623年，江户幕府已然坚如磐石，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抹除丰臣家痕迹的工作，也终于轮到了福建城。江户幕府正式废弃和拆除了福建城，并且下令以后不可以重建福建城。最后介绍的这座时间跨度有点大，从江户初期直接跳到了幕末，这就是函馆的著名景点五棱郭。黑船扣关之后，江户幕府的软弱被公之于众，各个主要港口都要防范欧美列强的船只，于是修建了一些新城。五棱郭便是1866年在这个背景下建成的。五棱郭的设计采用了当时日本所能接触到的最先进的西方技术，设计成了五角星的形状。火炮的时代也不再需要修建城堵和石垣了，采用了人堡结构的五棱郭，在设计上完全消除了守军的视野盲区，并且通过两侧突出的炮台设计，可以对任何方向前来进攻的敌人进行交叉射击。这种城堡在当时当然是远远的领先于日本的其他城池，包括当时幕府的文书中都显示，日本的军方和政府从上到下都认为五棱郭属于当时世界的先进军事技术。
然而尽管它是日本最先进的城堡，但在世界范围的真相却是已然落后了。随着火炮技术的进步，炮弹的射程早已变得更远了，命中的精度也大大提高了。五棱锅这样的城堡已经无法抵御高效的集中火力攻击，欧美列强也早就放弃了能爆结构。日本对于攻击火力的误判，可能是因为设计五棱锅时是以沙俄为假想敌的，但是没有认识到沙俄在远东的军事装备其实是落后于发达世界主流的。之后在函馆战争中，五棱锅的表现果然令人失望。先是幕府军抵抗派只花了几天便攻下了五棱锅，建立了下一共和国。之后新政府军又以军舰从海上对五棱锅实施集中炮击，城内旧幕府军完全无法反击，仅仅1天便投降了。这些大家原本都以为坚不可摧的城池，也常常就是这样毫无用武之地的就被设计预想之外的方法轻易攻破了。正如我很喜欢的小说《银河英雄传说》中，杨威利攻破海尼森的项链防御系统之前所说，所谓难攻不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任何兵器都是人来使用，战争的关键始终是人。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呀，我们下期再见。